钱没到账，武汉封城了，这笔钱不到，这家公司一定就是死掉的。疫情期间卖房卖车创业，你怎么敢呢？逼问也好，求也好，各种方式都用了。现在是全国几百家店，目前估值大概7个亿左右。没钱没背景，3、4年做到财务自由。没有套现，不能叫财务自由。他是我在混沌创新院的同学，我觉得他的创业故事可以让很多普通人看到自己的可能性。我叫王健林，现在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王健林，你是有个儿子叫思聪吗？没有，我王健林是改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叫完之后，很多人都管我叫首富，不管是真的有钱还是假的有钱，就反正那种满足感是有的。所以你一直坚持是想让自己变有钱？我坚持想应该是被别人认可。说实话，一提起来所谓洗护行业，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联想。以前我们做的全是套路，客户一来，张姐来了，她卡里没钱了，一会儿你要说这样的话，然后到你的时候你要接下半句话，跟背台词一样，想尽办法薅羊毛，各种套路薅羊毛，3无产品你要给它吹呼到高大上，然后去卖给消费者的套路，这些消费者其实都是知道的，他只不过不想拆穿你而已。可能现在很多的也在这么做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做的很累，很烦。觉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一个那么信任你的人，你还要骗他。我从最底层做起来的时候，当我初心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客户对你的看法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再有这样的行为出现，我们希望让员工赢得尊重，这就是我们的出路。不套路客户，不忽悠员工，那你是如何在这个这么传统的一个行业中杀出一条血路的？为客户创造真正的价值。不要复杂的，不要绕的，不要你认为的，而是客户认为的价值。我们不剪不烫不染，没有理发师，没有前台，甚至没有保洁员。很多商业管我们叫新的女性的商业配套。它是在写字楼，在商场，一个40平米50平米的场景，懒得洗头的客人在楼下把头发洗得非常干净，吹一个漂亮的造型去约会，用1杯咖啡的钱，1杯咖啡的时间去帮你唤醒属于你自己的美丽。这其实是很反人性的啊，就是商业你选择做少而不是做多，那把每件简单的小事做好就是不简单。对，你回归到了我就是很朴实的要做好这件事情，你的员工也变得有自信了，你的客户也变得轻松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法门算是找到了。这位想来北京几年了？07年来的，算16年了。刚来的时候，400块，还有加吃的。
那来到了北京之后呢，是给韩国人当助手。韩国人其实他对于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别的不会，我就能跑跑腿，给公司人买饭，10几个人、20几个人点了麻辣烫，还要保证每一份麻辣烫是对上的。前面很多人吃完了之后，剩最后的几个人吃的时候，大家就吃串了。就是一个麻辣烫让我受到了，就是你为什么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还得到了这个老师的训骂。欠2个月的工资，员工每天早上起来问老板工资什么时候发，然后客户知道这种情况说你的钱能不能给我退啊，要不然我去举报你。然后你的股东们投了钱了，觉得哎我不行啊，你要给我撤了呀，账上没钱，我怎么撤？那段时间就特别想逃避，就是不想过白天，因为晚上睡觉你把手机一关，就没人能找到你。那一个时刻，我选择了结束，就爱谁谁吧。后来就决定把房子抵押了，车子抵押了，所有的员工的钱还上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还挺否定自己的。但是你否定，你没有地方可说去啊，你不能跟家人说啊，你也不能跟员工说啊，你还要打肿了脸充胖了，很自信的走在你面前，其实你啥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是谁？我到底能做什么？到底能把什么东西做好？我就想说，我能不能把头发洗好，头发给人吹好，就这么一件事情。当我们去做测试去做的时候，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因为别人的认可，我们才走到了现在，才经历了疫情的这个周期，才活了下来。因为我们的运营成本跟传统行业其实发生很大的变化。人的培训成本、人的薪资成本已经下降了非常多了，是市场的一半。然后我们的经营面积足够小，大概50-60平米。从收入来讲呢，我们是3块，一块呢是我们叫基础服务，就是给客户洗发。那另外一个客户呢，我们叫深度服务。深度服务就是帮他做头皮按摩呀、放松呀、衰老啊这个服务。那这个服务目前已经在我们的收入占比当中达到70%了，所以我们的单店的收入还是不错的。Pre 轮融资是在19年的11月份签署的。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系统开发呀，包括产品开发呀等等。其实第一笔款全用来做这些事情了。其实公司账上也没有什么钱。然后第2笔款的时候已经开始犹豫了，因为到春节了嘛。2020年的1月份是疫情开始的，钱没到账，武汉封城了，这笔钱不到，这家公司一定就是死掉的。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我就杀到投资机构去了，我真的是逼问也好，求也好，各种方式都用了，也很感恩投资人相信了我。但那是28号，这家公司是在武汉，他说需要一个财务章，中环来银行才能拨款。好在那个时候顺丰快递是可以寄出来的，但是那是27，第2天就是28号的下午4点钟，银行关门。就是你即使拿过来你也汇不了钱，就给我留的时间应该就10几个小时，就这家公司是死是活可能就那么10几个小时，因为我当时做了预判呢。我就说那能不能现在马上寄，找最快的空运寄过来。然后我就查了那个订单号，它是下午1点多飞机降落。其实团队都不知道，我第一次开着车去了机场，去截下来的飞机的那个快递，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打听这个快递什么时候到，怎么样。我到了2点钟，人家给我查到了，我就开车飞奔去拿那个公章。
到了2点半，我拿到了那个公章，那一刻，然后我开着车，那种感觉就是，我操，你太牛逼了，我做到了。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公章一路开车飞奔，然后我就在路上打电话，我说公章我取到了，你必须在什么时间给银行打电话，等等等等，只有那半个小时。然后那天我真的就是可能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焦虑，从来没有过。然后到了晚上7点多，我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说钱到账了。我觉得那一刻可能是我从创业到现在可能最幸福且能踏实睡觉的那个瞬间。我理解这个创业历程，首先几个关键词吧，我觉得很快乐，其次是很勇敢，第3个是超乎想象的痛苦，所有情绪交织在一起，可能你才能明白什么是创业。我觉得这就像带孩子一样，我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这个企业已经真的病过好几次了，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去让这家企业不断的往前走。我是要从这里搬走了，还有点舍不得的。你要搬哪儿去？就隔壁更大一点的一个办公室。然后今天也很特别，因为今天下午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关于公司未来的走向，公司未来是如何生存的吧。对，我们的员工们，他们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所以我跟他们可能更有共鸣。我看到他们得到客户尊重，去晋升，然后赚钱，然后给家里改善生活，成为店长，成为股东，成为区域合伙人，我觉得跟我那个时候是一样的。我希望复制很多这种人，我会很开心。就是他们在这里得到更好的生活，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也希望看到他们都能够在这里成长成，下一个我吧。我觉得我来到北京，我能成或者我能行，我认为大概率99%的人都